死而复生或者是不死者组建的部队，可能是各种奇幻作品里经久不衰的题材，就好像没点死人爬起来跟活人战斗的情节，就显得自己不那么超自然一样。实际上，现实中确实存在过一支号称不死的军团，那就是来自波斯的长生军。长生军也有一个更有名而且更霸气侧漏的称呼，叫做不死军。在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书里，他以此名称呼一支来自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精锐部队。恐怕希波战争中，希腊军没有少见识这支部队惊人的战斗力。不过关于这个名字，其实长生军或者不死军这个纳迦什狂喜的叫法只在希罗多德的书中出现过，可能是因为希罗多德取材的人把古波斯语中的伙伴与长生者弄混了，这个乌龙最后导致这个霸气侧漏的名字诞生。不过他所描述的长生军最大特点，某种意义上又与这个误番不谋而合。希罗多德说，这支部队的人数恰好1万人，任何战死、重伤或重病的士兵都会立即被一名新的成员取代，以此维持部队的人数与士气。而这支部队本身在这样的制度下，某种意义上也就如同长生不老一般。不死队的前身组建于冈比西斯2世后期，雏形是波斯宫廷禁卫军的持矛卫兵与长刀手，规模约在3800人左右。统帅由冈比西斯2世最为信赖的将军马哈库拜担任，但此人在艾塞俄比亚的战争中阵亡，统帅转由其堂兄弟西斯塔斯佩斯之子，也就是后来的大流士1世担任。大流士极富指挥才能，不死队在他的手中获得了空前的大发展。先是从波斯军中优选出经过战火历练、经验丰富的老兵，与先前的宫廷禁卫军成员合并，而后对其编制进行统一编排。不死队总人数为1万人整，下辖8个标准步兵千人队、1个轻装骑兵队、1个快速战车队，战车队与骑兵队人数亦为1000人。最后对装备进行了改良，步兵队的标准配置有每名士兵配备1支短柄矛，另有短匕首与弓箭，后改为专设弓箭手100人队。步兵不再配备铠甲为青铜链甲，胸前铠甲为整块青铜圆甲。骑兵队装备1柄波斯长马刀，副武器为双刃手斧与弓箭。与步兵不同的是，不再装备青铜链甲，而是改穿皮甲。战车队的主体由160辆双马轻战车组成，轮毂处设单刃刀，成员主要装备为弓箭，副武器为匕首，着青铜链甲。新编成的不死队在高马塔政变之时镇压巴比伦、艾兰、米底等地起义，连续作战19次，擒获9个暴动首领，扭转帝国濒于瓦解的局势，立下了赫赫战功，成为了大流士1世手下最得力的部队，从此一跃而成波斯军的核心力量。后于薛西斯1世时期参加了远征希腊诸城邦的战争，并于温泉关之战中歼灭斯巴达留守军。古波斯是个善于学习的国家，他们发源于中亚地区，那里原本就是各个文明交流的一个集散地。在对外征服的过程中，波斯人也博取众长，学习了很多被征服民族的武器制造工艺。最典型的就是波斯人的弓箭，在某些西方人的记载中，把波斯人的弓箭描绘得一无是处，说是用椰子木制成的软弓，芦苇制成的轻箭，射程只有40米，这显然是不客观的。根据希腊人的记载，当时希腊人中以善射闻名的克里特岛人，在波斯弓箭手面前都显得相形见绌。在波斯人起家的时候，早期的金角弓已经出现，并且在亚洲和北非广泛使用。在当时，世界上的金角弓大体可以分为2类，一种被称之为斯基泰弓，中亚到中国都使用此类弓。斯基泰弓短小，但拥有夸张的弧线，整体就像一个卷曲的蛇，成语杯弓蛇影就是因此而来。另一种因为造型近似三角形而被称之为三角弓，是古亚述人和埃及人常用的弓。当年拉美西斯2世率领埃及与赫梯争夺卡迭石的时候，大部分使用的都是三角弓。按理说，波斯人发源于中亚，理应使用斯基泰弓，但是通过出土的浮雕文物等可以看出，古波斯人使用的是三角弓。这是由于斯基泰弓较短，拉距也很短，稳定性也很差，适合骑马或搭乘狭小的战车射击。而三角弓相对长，拉距大，也更加稳定，适合宽敞的战车或者步兵使用。对于以步兵为主的长生军来说，选择三角弓是明智的。不过弓箭只是长生军的辅助武器，作为标准的重装步兵，冲锋陷阵才是他们的主营业务。大部分长生军的标配是一手持盾，一手持短矛。电影里斯巴达人的战术其实恰恰反映了当时不死军的打法。
不过波斯人的战术可能还要更高一筹，因为他们根据阵中职能不同，盾的形制也会发生变化。在最前排接敌的部队，由于他们要和敌人正面冲突，并且稳住阵脚，同时也要最先面对敌人的标枪箭矢，所以一般会配备厚实的大方盾。这些盾以厚实的树枝加上皮革制成，盾的后面还会悬挂箭，以方便士兵射箭还击。而后面的短矛手，他们配备的盾牌像个抽象八字，盾的左右边缘在中间位置凹陷下去，留出2个空隙。这种的设计非常巧妙，即使波斯第一帝国覆灭很多年后，依然有很多民族继续使用这类盾牌。这个凹陷的作用也显而易见，架矛。在列阵冲锋的时候，长生军可以组成一排盾阵，将矛架在凹陷处，既不影响防御，又能持矛刺击。在近战的时候，兴许还能卡住敌人的兵器。不过这些盾主要都是以木质结构制成的，在防御力上，如果要比起同时代希腊重装步兵那种包了铜皮的大盾要低一些。不过在那个运输不发达、资源有限，再加上加工技术相对落后的年代，波斯帝国的军队不仅数量庞大，而且经常远征，追求轻量化也是一个理所当然的选择。波斯人的矛也很有特色，因为长生军所持的矛尾端有一个苹果形的配重球，故而被亚历山大大帝戏称为拿苹果的战士。后来在波斯帝国的最后时刻，大流士3世还花了2年整备波斯军事，在帝国各省强制征兵，组建了一支数量庞大的步兵部队。他还主持了波斯军队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武器换装，波斯骑兵大部分都配备了鳞甲。过去惯用的标枪也更换为希腊式样的长矛，步兵则换装更大更厚重的盾牌。可惜此时的波斯已是行将就木，而且长生军本身的也是问题不断。古往今来各路禁卫军都出现过的问题，长生军算是以身作则，给后人示范了个遍。军中官僚主义盛行，过分奢靡的作风造成体制崩坏，战斗力大不如前。加上大流士3世分长生军于各军营充当骨干的做法，更使得战斗力本来就大幅下滑的长生军雪上加霜，还顺便带坏了其他的部队。亚历山大东征前夕，万人长生军早已在内部衰朽，最终在高加米拉之战中覆灭。你觉得如果真有一支永生不死的部队，战斗力会如何呢？揭开历史面纱，探寻神秘冷兵器。本期的分享到了这里就结束了。喜欢冷兵器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下期和您分享更精彩的内容。我们下期内容再